无我不是消极的退场，它更像是一种文明结构的升级。当你看清自我如何运作，如何被欲望驱动，被恐惧操控，被比较裹挟，你才有可能选择放下。这种放下并不是让生命枯竭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为了更自由地拿起。当你不再被微观的自私牵着走，你会发现道家的随顺并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顺应结构的智慧。自我的淡化不是消失，而是行动不再被执念绑架，那或许才是逍遥游的真正起点。你以为自我是天生的吗？其实不是，它是一层层长出来的。童年的记忆塑造了你对安全的理解，文化的环境教会你什么叫成功与失败，挫折的经历让你学会防御与证明，身份的标签慢慢变成你必须维护的形象，时代的叙事告诉你什么值得焦虑，现实的压力不断提醒你要站稳，要竞争，要赢。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那个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我。所以，所谓无我，不是要你消失，而是让你看见，这个我原来只是历史的产物，环境的反应，一套被反复强化的运行程序。当你能看见它，你就和它拉开了一点距离，那一点距离就是自由的开始。佛家讲一个破字，破什么？破对我的执着，破对永恒的幻想。我们以为世界很稳固，其实不过是因缘暂时组合。修行不是逃离，而是拆解，像拆一台机器一样，把名利、情绪、自我认同一层层拆开。当你拆到最后，发现那个中心是空的，那不是虚无，那是自由。很多人害怕无我，他们担心如果执念消失，生命会变得荒芜。但真正的无我不是毁灭，而是扩容。当小我不再占满视野，你与万物之间的墙开始消融。这时道家的顺才成立。顺不是躺平，不是消极，而是不再用小智对抗大事。佛家的破让你看清结构，道家的顺让你在结构中流动。破是清醒，顺是自在。无我不是消失，是行动不再被执念拖拽，那或许才是逍遥的开始。很多人都体验过一种状态，写作时忘了时间，运动时忘了自我，演奏时忘了观众。那一刻，没有我要表现得更好，没有别人会怎么看，只有行动本身。这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谓的心流。但你可以换个角度看，那恰恰是一种短暂的无我。当那个计算得失的小我退到后台，行动和意识合为一体，那不是消失，那是最饱满的存在。佛家的破是让你看见那个小我，道家的顺是让你不再对抗整体。而当破与顺稳定下来，流自然发生。无我之后，不是荒芜，是专注；不是虚无，是清明；不是退场，是进入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寻声救苦，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当自我退场，行动不再基于索取，
而基于同体。凡夫的执念是为了得到，菩萨的愿是因为没有自己可保留，不是因为神圣，是因为没有得失心，这叫放下之后的拿起，是大自在。当破与顺合一，无我不再是概念，而是行动的方式，这才是逍遥游。很多人觉得空很玄，但其实它没那么神秘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：世界并不是一块一块完全分开的积木，在更深的层面上，很多东西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之所以感觉彼此孤立，只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特定的尺度上看问题。换个角度，你会发现，所谓绝对独立的个体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。同样，在宏观层面也是，地球不是一堆各自为政的存在。空气、海洋、生物、气候彼此影响，彼此牵动。当某个物种只顾自己扩张，整个系统就会出现反应。这不是惩罚，是结构。所以，无我不是要你消失，而是提醒你，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心。当你理解自己只是整体中的一个节点，很多执念自然会松动。禅宗有句话：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最初，我们把世界当成理所当然，后来，我们开始怀疑它。再后来，当看清之后，世界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万物不再类于心，而心已游于万物。指月录里说，指指为月，则失月。手指不是月亮，语言不是答案，就连无我这个词也只是一个方向。如果你把它抓得太紧，它就会变成新的执着。或许真正的通透，不是推翻什么，也不是证明什么，而是在看见之后，依然可以安静的生活。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只是从此山水再无遮拦。我是恒之，我们星辰大海见。